地敲打着窗口，带着黑夜撕开我伤口。你的模样在记忆中停留，不曾模糊，却牵不到你温暖的手。带着伤痛在雨中行走，徘徊在午夜的街头。暮色深处，你向我挥挥手，留下一抹微笑，不再回头。北美的股份是你的，深圳、广州的股份呢是冯信尧的，江浙沪的股份呢是你的，北京的是他的，日本的是你的，另一个是他的。赵总，多一块披萨。什么？见鬼了！就是他。谁呀？连个照片都没有。我以前听说有一个人，从来不出席股东大会，也不管公司的任何事务，但是奇怪，这个人就拿着这些股份很多年。我妈妈从来不向他提出任何的要求。不管怎么样，打这个电话试试。赵总，怎么了？我知道他是谁了。谁？是他。嘿，你别打了，他绝对不会站在我妈这边的。赵总，听着，我已经尽力了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，我们也只能听天由命了。赵总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还是要尝试一下。你？Lucy， 喂 ，Lucy， 哎，你帮我查一下去年分手旅行那个陈萍萍电话，你发我一个。行，越快越好啊。喂。陈女士，哎，你好，我是麦味宁夏，你记得吗？哦，小夏呀，你好，你好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有些事儿想请你帮忙。太巧了，我们俩正在喝咖啡呢。那你过来吧，我们等你。哦，行行，那我马上过去。好嘞，一会儿见。谁呀？小夏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快快坐。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赵先生，赵先生，我们查到您是蓝桥国际的股东，现在正在选新的董事长，我希望您可以投刘兰芝一票。小夏，
你什么时候去蓝桥国际上班了？我没有，我是在帮赵丹桥。哎呀，看来你们姐俩跟这个丹桥啊有不解之缘。上一次是你姐姐，这一次又是你来说服我。哎，你就那么信任丹桥？哎呀，很遗憾呐。我虽然是蓝桥国际的股东，但是我一直置身事外，从不参加蓝桥国际的经营管理，也不参加股东大会，所以，小夏，实在对不起，这个忙我帮不了你。但是小夏，我跟老张生活10年了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和刘文芝的梁子是解不开的。别说他不去参加董事会了，就算是去了，他只能给刘兰芝减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刚才已经约好了造型师，我们先走。你要想再喝什么自己点，记我账上啊。哎，稍等，正好我也想剪个头发什么的，要不我跟你们一起去吧？你真的要去啊？你不会是为了继续说服老张吧？不会，我保证只字不提，真的。那好，那我们就一起去吧。好，那走吧。哎，老张，咖啡又不喝完。哎呀，剩就剩了，走吧。多年养成的坏毛病就是改不了。走了。赵总，我观察你很久了，为什么每次你喝茶喝咖啡都留1/4啊？两位起身了。美女你好，你要洗一下头发吗？我不用了吧，他们俩洗完我再洗。好，那你就先这边晒一下。谢谢啊。先去忙。哎，好。张先生，你需要修剪一下吗？剪就算了吧，你就给我吹吹就好了。张先生，你既然来的话，还是修剪一下吧，这样更精神。是吗？哎呦，小夏让你修一修，你就修修吧啊。好，那你就帮我修修吧。好，稍等一下。陈老板，你修剪一下。好。你说我这平时这么贴头皮，就是怎么弄给它弄？稍微吹一下，吹的饱满一点，这样这种感觉。我应该把头发拿去做 DNA。突然有急事儿，我给忘了，我得先走了。哎，小夏，你不是来改变造型了吗？怎么说走就走了？哎呀，我刚给忘了，真特别着急。那我先走了，不打扰你们了，拜拜。你要走啊？拜拜。嗨。哎，老张，你有没有觉得这孩子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？嗨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都是这样风风火火的，整不明白啊。不过这孩子我还是蛮喜欢的。
这么干净梳子啊？也挺奇怪的，把它做到那么干净，一根头发都找不到。哎呦，这个赵扒皮是够变态的，这么洁癖，头发怎么就这么难找？真是怪怪。你在干什么？你是变态吗？你突然从我身后跑出来。我变态？你一个大姑娘家跑人家家里，还上了我的床，你才变态。你翻来翻去的，找什么东西？哦，那个我看到你们家这个床单挺好的，这个条纹，我想看看这个什么样的条纹，我特别想买。这真的挺好看的，哎，是。哦，是吗？那我还能想什么呀？我怎么知道？你要不要吃饭？我给你做饭。你太奇怪了，我想验证一下你是不是脑子烧坏了。你才奇怪。还说给我做晚餐，我的晚餐呢？你们家什么食材都没有，我怎么做呀？我给你叫外卖了，你自己看吧。别。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，别动，千万别动。啊！白头发，一根白头发，一点，谢谢。喂，杨大哥，哎，我这儿有2个头发的样本，你帮我做下 DNA 的比对。OK。好，谢谢。希儿回来啦？妈，爸呢？你爸从来不做饭，今天听说你回来了，抢着下厨房，说要给你做几个喜欢吃的菜。我去帮他。啊，不要了，让他去做吧。来，喝点水。星儿，来，你工作辛苦了，多吃点啊。是吗？啊。希儿，我去刑侦队说明了情况，就等调查结果了。怎么
我也在着急等结果呢。哎呀，一定要赶在股东大会之前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一有消息，我马上通知你。给谁打电话呢？没谁，一个朋友。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是不是背着我干坏事了？没有，没事。那好吧，这几天都很累了，走，我带你出去兜兜风。行吧。走吧。来了。给你带点吃的。哦。知道外面的饭菜不合你口味。带什么好吃的？给你做了2样你最爱吃的素的。是吗？对。我看看。哦。哎呀，你说啊，这是什么事儿啊？为了躲避蓝桥国际针锋相对的2伙人，我有家不能回。哎。吃吧。那蓝桥国际董事会，你准备怎么办？这个冯静瑶的手段啊，确实有些卑劣，但是呢，刘兰芝她自己的失职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啊。为了蓝桥国际未来的发展呀，刘兰芝是该退下来了。那这么说，你准备去了？是的。蓝桥国际不是刘兰芝的，应该选一个年轻的、专业的替代他，这也是为了股东负责，也是为了广大股民负责嘛，你说是吧？是啊。还记得这里吗？我当然记得啦，攒够100架飞机在这儿许愿来着。你的愿望实现了吗？可能还没有吧。为什么是可能？为什么？马上就要股东大会了，这样下去我们不可能赢吧？这个和你许的愿有什么关系吗？我的愿望是你可以幸福快乐。你觉得这次我输了会难过？当然了，你得失心这么重，要是没有蓝桥的话，你不得跳楼啊？这次真的不会。很奇怪，在渐渐知道败局已定的时候，我反而越来越轻松了，可以舒展一下拳脚，做自己想做的。那这样下去的话，你就不是亿万富翁喽？哇！占了高和帅这2样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怎么了？难道你喜欢的只是我的富吗？我有说过我喜欢你吗？不喜欢我还在留言板上写下我爱你。我就是随便乱写的啊，这你也行？要不要我帮你确认一下？听着，只有用心，才能看清真相。真正重要的东西，用眼睛是看不见的。干什么呀你？无聊啊？以为自己是男主角？好了，说正经的，我不起诉了。真假？我知道，如果虽然这个案子这么查下去的话，最后会牵扯出很多人。宁馨也是受害者，让他们做替罪羊毫无意义。谢谢。愿望就快要实现了。
再喝点。哦。妈，之前的事情都是我不对，跟你说声对不起。甘桥，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你是妈妈这一生最大的骄傲。走了，张妈。宁夏 ，DNA 检测报告出来了，我现在马上过来接你。你好，先坐吧。Hello。进去看一下吧。杏儿，我走了。现在明白了，为什么跟你说我做错了，也说了对不起，却像什么也没说一样。因为我没有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，从来没有赎罪。现在开始，我们不要再见面了，也不要联系了。祝你健健康康的，好好生活。首先是关于提议免除现任董事长刘兰芝女士的提案，我们先请发起人冯锦尧先生对提案进行陈述。冯总监，刘董事长住院，我们非常担心，希望他早日康复。董事长住院期间，蓝桥国际这个常年的绩优股暴跌18%，而且前景堪忧。更可怕的是，根据这2年的财务报表，增长乏力，在座的各位将要面临重大的损失，而且我们也无法给其他的股东和广大的股民一个交代。
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观念陈旧，决策层老化。我想，今天的损失或许大家能够接受，那么未来呢？如果未来还是这样，我们还能接受吗？不以私利，为了公司和所有人的利益，我觉得董事长也会同意我的观点。所以必须要改变，只有改变才有未来，而这个未来就在大家的面前，在所有人的手中。谢谢。各位董事，我先在这里介绍一下刘董事长的近况。今天我们一起吃了早饭，他喝了一碗米粥，吃了个鸡蛋。他现在语言和思维能力已经完全恢复了，每天都会看2个小时的公司报告。他托我转达各位，表示问候和歉意。情况就是这样。但是有一点，我倒是不太同意刚才冯总的一个观点。蓝桥国际的股价下跌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，几次大的跌幅和震荡，都是出现在刘董事长出事的前后，之后就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稳定。最近的股市行情，蓝桥国际甚至开始出现中盘反弹的迹象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决策层的稳定，股权结构的稳定，经营理念的长期坚持和贯彻，造就了今天的蓝桥。我再重申一遍，蓝桥国际不但没有失控，而是在稳定的发展。谢谢。喂，陈女士，哎，你好，我是宁夏，请问不，请问那个赵志伟赵先生他在哪儿？您知道吗？我有急事儿，但是联系不上他。他呀，哦，他去蓝桥国际参加董事会了。哦，好好，谢谢啊。蓝桥国际。好。总而言之，现在时代都变了，孩子也大了，我们老人家是不是也该休息休息了？赶桥，对吗？刘董事长刚刚病倒的时候，我曾经代表他召集了一次全体董事会议。可惜大家没有给我这次机会，我非常的失望，也很困惑。我和麦卫现在所做的一切，就是在为蓝桥国际先行一步。麦卫就是蓝桥国际的前沿和试验田，所以现在大家既是为今天投票，更是为未来投票。等等，我想你是不是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？冯总，您大可不必这样。我想，他早就人手一份了吧。原想在表决以后通知大家的，不过现在通知也好。事情的原委，各位想必都了解了。
相关当事人我们已经报案，相关损失已经评估完毕。作为监管失察的责任人，刘董事长不回避责任。为了公司能够更加长久稳定的发展，提出了以下具体方案。怎么还堵车呢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也许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或许不是坏事。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。我相信蓝桥国际会越来越好，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。赵叔叔，您终于来了。哈，各位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赵某来凑凑热闹啊。赵叔，啊，请坐。好。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我和刘董事长相处最多的一段日子，这让我重新认识了他。他顽强、坚韧、永不言败，还有更重要的是，他包容、宽厚。曾经我也没有体会到。这个奖状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个第二名。今天来公司之前，他亲手交给我，告诉我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骄傲。为什么我要说这些？这个告诉我，他记得你们在座的每一位同仁。记得你们为他、为公司所做的每一件事情。各位也看到了，今天赵志伟先生也在。我想大家都知道，最近在网络上有一些消息，是关于我母亲的绯闻，还有我的身世。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，不管怎么样，刘兰芝对于蓝桥国际是一位称职的董事长，对于我来说，是位敬爱的母亲。赵叔叔，啊，您说两句吧。哦，各位，我不会带着个人恩怨，我会秉公投票的。动不了了。哎，宁夏，你干嘛呀？降下去，不知道躲到什么时候呢。我先走了。哎，不是，宁夏。提案通过，刘兰芝女士不再担任蓝桥国际董事长。现在启动第二项，关于选举新董事长的议案。太太，你看要不要打个电话给王秘书，问一下情况啊？不用了，该做的事情都做了。
给训练师打个电话吧。该做手指的鼓握训练了。好的。我想说两句。今天的股东大会啊，我不希望是一场恩怨，是一场政变，而是为了生存，为了发展，吐故纳新，是时代的更新呐。蓝桥国际的未来，我是打心底里开心呐。你们同样的优秀、干练、有活力，充满着欲望，可以说，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。公司要发展，就要有新的领导者。我呢，对蓝桥国际的经营还有决策，总是置身事外。但是今天，我要为公司做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贡献，选出我心中未来的董事长。这个人就是赵丹桥。他能忍忍，眼光看得更远，而不仅仅是唯利是图啊！我曾经是埋尾的顾客，他经营的这家公司啊，很有理念，对客户呢也是真诚相待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不但有坚实的，还有积极向上的团队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他具备了领导才能。刚才啊，他的陈述我也看到了，你们中大多数都是认可的。他靠的不是艰辛，而是真诚和坦率，所以他更优秀啊。董事会结束了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来晚了，不然结果不会是这样的。那你想要什么结局？难道你不想让我接手蓝桥国际吗？天哪，成功了！我太棒了！我要谢谢你，关键时刻投了我一票。不用谢我，我是为了蓝桥国际的发展。之所以选你，是因为你的能力和你的才华。我是蓝桥国际的股东，我总要为股民们负责呀。哦，张先生，这个是给您的礼物。
儿子，爸爸。太太，丹乔回来了，还有先生。是否那忧伤的旋律勾起你的回忆？过去都已过去，都已经过去，如何才能够抚平伤的涟漪？太多的忧伤蹒跚你的步履，寒冬去春又来，冬去春又来，这样的时光谁也不曾经历。心中看山看大海。